我叫林婉，32岁，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妈妈。为了儿子浩浩能上重点小学，我和老公掏空了6个钱包，背了30年房贷，终于在这个城市最贵的学区房小区买下了一套2手房。房子不大，70多平，但好在是双学区。 从小学到初中都不用愁。签合同那天，我的手在发抖，不是因为紧张，是因为激动。我抱着浩浩，对他说：“浩浩，明天妈妈就带你去学校报名，你要上小学了。妈妈，新学校有滑滑梯吗？有大操场吗？有，什么都有，比我们以前住的那边好多了。妈妈保证会让你上最好的学校。那我可以跟小明一起上学吗？小明家不在这个学区，你们可能不在一起了，但是你会交到新朋友的。浩浩这么乖，一定会有很多小朋友喜欢你。那好吧，妈妈，我想吃冰淇淋。好，妈妈带你去买。今天高兴想吃什么都可以。那一晚我失眠了，我翻来覆去的看着手机里的房产证照片，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老公在旁边打呼噜，我把他推醒。怎么了？你说我们是不是在做梦？我怎么觉得这么不真实呢？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我们的儿子终于能上好学校了。我明天一早就去报名，早点排队，早点办好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起床了。我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，给浩浩穿上了新买的校服样式的衣服，还特意给他理了个发。妈妈，我帅吗？帅，我儿子最帅了。我们到了学校门口，已经排起了长队，家长们一个个比我们还紧张，有人手里拿着厚厚一沓材料，有人在打电话托关系。我排在队伍中间，紧紧抱着浩浩。妈妈，好多人啊！没事，我们慢慢等。等了2个小时，终于轮到了我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进了报名处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40多岁的女老师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严肃。您好，请出示户口本、房产证、出生证明。好的，都带了。这是户口本，这是房产证，这是浩浩的出生证明。翡翠湾小区15号楼303，请稍等，我查一下系统。老师在电脑上敲了几下，眉头皱了起来。您好，您这个户口本上登记的孩子信息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系统显示，这个户口本上登记了3个孩子，一个叫张子轩，2016年5月出生，一个叫林浩，2016年8月出生，还有一个叫……这个怎么有2个林浩？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我就一个儿子，叫林浩，没有别的孩子。但是系统里显示的是2个孩子，您看一下这个屏幕。我凑过去看，屏幕上清清楚楚地列着张子轩，男，2016年5月12日与户主关系，养子；林浩，男，2016年8月3日与户主关系，儿子。我不认识这个张子轩，我从来没有收养过任何孩子。那您这个户口本有问题，按照规定，我们不能给您办理报名，您需要先去派出所核实清楚。老师，我求求您，我儿子今年就要上学了，报名今天截止，您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对不起，这是规定，系统里的信息不更正，我没法操作。您先回去吧，等弄清楚了再来。我站在原地，感觉天旋地转。浩浩拉着我的手，仰着头看我。妈妈，我们可以上学了吗？浩浩乖，我们再等等，妈妈会解决的。回到家，我把户口本摔在桌上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冷静点，是不是派出所登记错了？这种事情以前也有过，系统出 bug 了。不可能，我上个月刚换的户口本，当时我特意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只有浩浩一个人的名字，我还跟户籍民警确认过，他说没问题。那就是有人动了手脚。你想想，户口本有没有离开过你的手？没有啊，等等，上个月居委会说要做人口普查，让我们把户口本交到物业统一登记，说是街道办要求的，我就交给物业了，第2天就还给我了。物业哪个人收的？你交给谁的？物业的小王，就是前台那个小姑娘，她说居委会要的，我就给她了。我想着物业应该不会出问题。走，去物业问清楚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和老公冲到物业办公室，找到了小王。小王，上个月你说居委会要户口本，是谁让你收的？林姐，这个是我们物业李经理交代的，说是配合街道办的人口普查工作，我只是按吩咐办事。那现在我家户口本上莫名其妙多了个孩子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我真不知道。我就是收了户口本，第2天就还给您了，中间我没打开看过。那李经理呢？我要见他。李经理上周刚辞职了，说是去外地发展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辞职？这么巧，刚办完事就辞职？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联系方式、电话、地址？没有。李经理走得挺突然，连工资都没结清就走了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，辞职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走，直接去派出所查户口本的事儿，只有派出所最清楚，我就不信这事儿查不清楚。我们打车去了辖区派出所，
户籍窗口排了很长的队，我们等了快1个小时才排到。您好，办什么业务？您好，我想查一下我家户口本的变更记录。我家户口本上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孩子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您把户口本给我，我帮您查一下。民警在电脑上敲了几下，脸色变了。这个记录有点问题。张子轩是在2个月前以养子的身份迁入你们户口的。养子？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孩子，我也没有办过任何收养手续。系统里显示，你们提交了收养证明和公证书，还有你们的签字和案印，手续是齐全的。不可能，我们从来没签过这种东西，我可以发誓。那你们得报警了，这涉嫌伪造公文和冒用身份信息，是刑事犯罪。我们要报警，马上报警！民警帮我们做了笔录，收回移交刑侦部门处理。我们刚走出派出所大门，电话就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林婉吗？我是你楼上的邻居，姓张，听说你去派出所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嗨，这小区就这么大，有点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别折腾了，没有用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认识那个张子轩？他是我儿子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轻笑声，像是在嘲笑我的无知。你儿子？为什么你儿子会落在我家户口上？咱们楼上楼下的帮个忙怎么了？你们家房子户口指标用不完，我家孩子正好需要互帮互助嘛，邻里邻居的不要太见外。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？你偷了我儿子的学位，我花了500万买的学区房，就是为了这个学位。哎呀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，什么叫偷？我只是借用一下。再说了，我认识你们这个区的教育局副局长，这事儿就是走个流程，合情合理的。你放屁，这是违法犯罪，我要告你。告我？你拿什么告我？你有证据吗？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吗？林婉，我劝你识相一点。我不识相，我要我儿子的学位。那恐怕不行了，报名早就截止了，名额已经定了。你要是个聪明人，就拿着我给你的2万块感谢费去上个私立学校，私立学校也不差的嘛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就要我儿子的学位。你要是这么不识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能让一个孩子进来，就能让一个孩子滚出去。你儿子以后还想在这片上学做梦吧？你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善意的提醒。你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我认识的人比你多得多，你自己掂量掂量。电话被挂断了，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。他威胁你，我们报警，告他威胁恐吓。报警？他既然敢这么做，说明他上面有人。派出所那个王副所长，你记得吗？我听说他跟张强是大学同学。你说王建国就是刚才给我们做笔录那个？对，你觉得我们报警有用吗？他们是一伙的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我们辛辛苦苦买的房子就这么让人欺负？我不甘心，我要去找他当面谈。我就不信这世界上没有王法了。我上楼按了502的门铃，开门的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穿着丝绸睡衣，手里夹着一根烟。你就是楼下那个林婉，进来吧。张太太，我想跟你谈谈孩子学位的事。有什么好谈的？坐下说吧。我走进他家，房子装修得很豪华，水晶吊灯，真皮沙发，墙上挂着各种名贵字画。张太太，我只想要回我儿子的学位，你们这样做事太欺负人了。欺负人？哈哈，林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我们家老张在这个区干了20年，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。你一个外地来的，别不知好歹。我也是花钱买的房子，我也是合法落户的，凭什么你们的孩子能占我的名额？凭什么？就凭我们家老张有本事，你没本事。你要是也有个当科长的老公，你也可以这么做。你们这是违法的。违法？哈哈哈！你告去啊！你知道我们家老张跟教育局什么关系吗？你知道他跟派出所所长什么关系吗？你知道他跟街道办主任什么关系吗？你一个平头老百姓，拿什么跟我们斗？你们这是欺负人。欺负你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林婉，你要是识相，拿着2万块走人；要是不识相，我不光让你儿子没学上，我还能让你在这个小区住不下去，你信不信？我看着这个女人得意的嘴脸，指甲深深嵌进了掌心。老婆，别跟他废话了。张强从书房走出来，穿着一件名牌 polo 衫，挺着啤酒肚，手里拿着一杯茶。林婉，我最后说一次，2万块拿着走人，再纠缠下去，你连私立学校都没得上。这片区的私立学校我都打过招呼了，没人会收你儿子。你们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哈哈，要遭报应的是你。你儿子就是发展比较普通，连学都上不了，将来很难有好的发展。你也能力一般，你们全家都比较普通。妈妈，我害怕。浩浩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上来，
站在门口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。浩浩乖，妈妈在这里。哟，这就是你儿子，长得倒是挺可爱的，可惜了没学上，将来只能做普通工作了，哈哈。你闭嘴，不许你这么说我儿子。我就说了，怎么着，你儿子就是发展普通，发展普通，发展普通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血液冲上了头顶，但我没有发作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在他们面前，我只是个弱者。我抱起浩浩，转身离开。记住我说的话，别多费心。我没有回头，身后传来那个女人刺耳的笑声，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。回到家，我把浩浩放在沙发上，给他擦了擦眼泪。妈妈，那个阿姨为什么说我发展普通？我不是发展普通，对不对？浩浩不是发展普通，浩浩是妈妈的好孩子。那个阿姨是说话不好听的人，她说的话不算数。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呀？小明说他要上明珠小学了，我也想去。浩浩乖，妈妈会想办法的，妈妈一定让你上最好的学校。真的吗？妈妈你别哭，浩浩不问了，浩浩不上学了，浩浩陪着妈妈。我看着儿子怯怯的眼神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他是那么懂事，懂事得让人心疼。他才6岁，他不该承受这些。林婉，我查到了，张强是区里的职场人士，在这个区干了20年，熟人圈子很广。他老婆李梅没有工作，整天打麻将，是个典型的家境优渥的太太。他们把孩子落户到我们家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找的是户籍窗口的一位工作人员，叫王建国，是张强的大学同学。手续不齐全的收养证明是从一家私人医院搞到的，那里的院长叫刘志远，跟张强有利益往来。物业那个李经理是张强的远房亲戚。所以这是一个链条，户籍窗口、医院、物业全都有他们的人。对，王建国负责办户口，刘志远负责出手续不齐全的证明，李经理负责拿到我们的户口本，整个链条做得很隐蔽。我们就算去反映，也很难有结果。他们有太多办法，耗时较长。我已经问过律师了，律师说这个案子如果走正常程序，光是调查取证就要至少半年，等查清楚了，浩浩早就过了报名时间了。那如果我们去找媒体呢？我也问过了，张强在区里的媒体都有熟人，每年逢年过节都有礼节往来。市里的媒体虽然关系没那么硬，但人家也不愿意得罪有身份的人，没有媒体愿意接这个棘手事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。这个世界好像一张大网，而我只是一只小小的飞虫。林婉，要不我们算了吧，去私立学校1年也就几万块。不能算，如果我们算了，他们就会觉得相处不当，不需要付出代价，下次他们还会这样对待别人。而且我不想让浩浩觉得被人为难了，只能忍气吞声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要让他们知道相处不当的代价是什么。第2天，我去教育局反映情况，排了3个小时的队，终于见到了工作人员。你这个情况我了解了，但是报名已经结束，今年的名额都定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可是他们的操作是手续不合规的，他们弄了手续不齐全的收养证明，他们用了我儿子的户口。这个需要相关部门来认定，我们教育局只管招生的事，户口的问题不归我们管。那我该找谁？你去找户籍窗口吧。我又去了户籍窗口，排了2个小时的队。你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在调查了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要等多久？这个不好说，涉及手续不齐全的文件，需要做笔迹鉴定、指纹鉴定，还要找当事人问话，最快也要3个月。3个月？我儿子等不了3个月。这是规定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又去了服务窗口，排了1个小时的队。你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了，张强是区里的职场人士，我们会按程序调查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要等多久？这个要看调查进度，最快也要半年。我又去了接待中心，排了1个半小时的队。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涉及多个部门，我们会协调处理的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又是等消息，我儿子等不了，报名早就截止了。这是规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情绪别激动，再这样我请工作人员了。我被请出了大门，站在烈日下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我突然笑了。你还好吗？你别吓我。我很好，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对待我们，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好相处，觉得我们没钱没权没背景，只能忍气吞声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们就是没钱没权没背景。不，他们有他们的人脉，我有我的脑子。人脉不是万能的，脑子才是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变了，我不再去反映情况，不再去闹，而是每天正常上下班，看起来好像认命了。林婉，你家浩浩报名的事怎么样了？还在办呢。你好像
一点都不着急了。急也没用，不如慢慢来。在小区里碰到李梅，她主动跟我打招呼。哟，林婉，买菜呢？张太太您好，你家浩浩报名的事怎么样？找到学校了吗？还没呢，我们在想办法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附近那个私立学校也不错的，就是贵了点，1年8万，你们家负担得起吗？要不我借你点。不用了，谢谢张太太。那行吧。对了，我们家子轩已经报名成功了，明珠小学还是实验班呢。我跟你说，实验班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得有熟人。我们家老张跟校长打了招呼，直接就给安排了，哈哈。他故意把实验班3个字拖得很长，像是在炫耀战利品。恭喜您了，子轩真厉害。哎呀，也不是厉害，就是命好，投胎投得好，生在我们家不像你家好。哎，投胎也是门技术活。是啊，投胎是门技术活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孩子嘛，上什么学校不是上？你儿子要是争气，将来也能有出息；要是不争气，上了好学校也没用。我微笑着转身离开，指甲又一次嵌进了掌心。但这次我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冷静到可怕的决心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他那么羞辱你。因为我知道，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像个侦探一样，悄悄收集着张强一家的信息。我通过朋友打听到，张强最近正在张罗儿子出国留学的事。他在托人办加拿大的留学签证，好像是想让儿子去那边读小学。他为什么要送儿子出国？不是已经用了我们的学位吗？我听说是他老婆觉得国内教育节奏快，孩子太累，而且张强有个表哥在加拿大可以照顾，他想让儿子从小接受西方教育，将来好移民。那他们的签证办得怎么样？卡住了。张强那个表哥在加拿大的身份有问题，好像是被查出来之前有记录异常，做不了担保人。张强最近在到处找人帮忙，急得团团转。他找的那个人靠谱吗？他找的是个中介，叫赵鹏，专门做留学移民的。但是这个赵鹏最近资金周转困难，欠了银行200多万，下个月就要到期了。他现在到处找钱周转。所以如果赵鹏知道张强急着办出国，他一定会多收张强一笔。没错，但是张强也不是傻子，他不会轻易上当。不，他会，因为他太想赢了。他刚刚赢了我，正是自信心爆棚的时候。他觉得没有他办不成的事。一个计划在我脑海中逐渐成型。老公，帮我约赵鹏，我要跟他谈一笔合作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让张强一家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。我通过一个做外贸的朋友联系上了南非一家私立学校的招生负责人，说是私立学校，其实就是个普通机构。林婉，你要南非的学校资料干什么？你儿子要去南非上学？不是我儿子，是别人的儿子。你可别让人担心。我跟你说，南非那个地方，尤其是约翰内斯堡部分区域环境一般，情况比较特殊。那所谓的私立学校，很多都是不正规的，收了钱就联系不上。那正好，我要的就是这种学校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怎么听着这么吓人？你别问了，你就帮我联系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我花了3天时间，精心准备了一套南非留学的资料。学校名字叫南非精英国际学校，宣传册是我找人设计的，用了开普敦一个真正贵族学校的照片，蓝天白云，绿草如茵，孩子们骑着马，打着高尔夫，活脱脱一个英伦贵族学校的样子。赵鹏，我有个合作，想跟你谈谈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？我是能帮你周转资金的人，你欠银行200万，下个月到期，对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手里有一个客户，急着把儿子送出国，不在乎钱，但是加拿大的签证卡住了，想走别的渠道。什么渠道？南非。南非那地方谁去啊？情况比较特殊。正因为没人去，所以好操作，而且你可以在中间加价，他出100万，你给他报200万，差价就是你的。100万他能出得起吗？他是区里的职场人士，你查查他的底，光是其他收入1年就不止这个数。他手里有一套房子，卖了就有150万。你这么帮我图什么？我图个心安，他得罪过我，我想看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赵鹏看着我，沉默了10秒钟，然后笑了。成交。接下来的1周，赵鹏按照我的计划开始接近张强。张哥，我是赵鹏，做留学移民的，听说你想送儿子去加拿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这事儿没跟几个人说过。圈子里的事儿大家都了解，我是做这行的，谁想出国，我第一时间就知道。张哥，加拿大那边卡得严，你那个表哥担保不了，这条路走不通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儿子的事不能耽误。如果你愿意换个国家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国家？南非。南非那地方是不是不太方便？张哥，你那是老黄历了，
南非现在发展的很好，尤其是开普敦，环境优美，配套完善。而且南非以前是英国殖民地，教育体系是英式的，教学质量不比加拿大差。你知道有不少家境好的孩子在南非读书吗？就是因为那里好，而且低调不惹眼。真的？我还能骗你？我给你发个资料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赵鹏把那份精美的宣传册发给了张强。这个学校看起来不错啊，有游泳池，有高尔夫球场，还有马术场。这是南非？南非的开普敦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学校名额特别紧张，不少家境好的孩子都抢着去。你要是想好了，得赶紧订，不然名额快没了。多少钱？全部办下来，包括孩子的学费、生活费，还有你们陪读的签证，一共200万。200万，这么贵？张哥，这是南非很好的学校，你去打听打听，别的中介报价比我还高。而且我这是全包的，签证、机票、接机、住宿，一条龙服务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张强心动了，我知道他会心动，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虚荣的人。老公，你真的想好了，送子轩去南非？你看看这个宣传册，这学校比国内的一些私立学校都好。子轩去了那里就是小贵族，以后回来那就是留学回来的，起点都不一样。那得多少钱？200万啊！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把咱们那套老房子卖了，那套房子现在能卖150万，再找朋友借50万，凑一凑就有了。可是卖了房子，我们住哪？那可是我们的婚房。住楼下那个林婉不是买了303吗？咱们把502租出去，住到他家楼下去，看着他们一家人安稳生活，心里也舒坦。你这个人就是有心计，不过我喜欢。李梅笑了起来，笑得花枝乱颤。那楼下那个林婉会不会有意见？他不会的，一个普通老百姓做事都很稳妥，我已经让人留意他了，大家互相体谅，好好相处就行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那子轩的学位呢？咱们用了他的学位，他还不知道吧？知道了也没关系，他能理解的，沟通反应。找媒体，我跟你说，这些路子我比他熟，好好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老公，你真厉害。那是我跟你说，在这个区还没有我张强办不成的事儿。张强开始卖房子了，他卖得很快，因为他有熟人。张哥，你这个房子卖150万，有点亏啊，市场价至少180万。没事儿，我急着用钱，你跟买家说1周内必须付清全款，我可以便宜点。行，听您的，我这就去找买家。房子挂出去，第2天就找到了买家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，全款买下，1周内付清了所有房款。钱到账了，150万，一分不少，还差50万呢。我找朋友借，刘总、王总、赵总，这些人都欠我人情，借50万不难。张强打了几个电话，50万就到账了，200万凑齐了。张哥，钱准备好了吗？学校那边催得紧，名额快没了。准备好了，200万全款。太好了，你把钱打到我公司账户上，我马上去办手续。你等等，我不打公司账户，我打你个人账户。为什么？公司账户要走流程，我直接转你个人账户更方便。你要是不干，我找别人。赵鹏犹豫了一下，给我打了电话。林婉张强要打我个人账户，怎么办？那就打个人账户，让他打，钱到了你账上，你就暂时离开，留个空壳给他。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先拿钱还债，然后暂避一段时间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我保证张强找不到你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他马上要去南非了。张强把200万打给了赵鹏，赵鹏收到钱的当天就暂时离开了。张哥，钱收到了，我马上去办手续，你等我的好消息。多久能办好？2周，最多2周。2周过去了，张强给赵鹏打电话，打不通。怎么回事？赵鹏的电话怎么打不通？你再打打。打了10几遍了，一直关机。你是不是被骗了？不可能，赵鹏是朋友介绍的，口碑不错，可能是手机丢了。就在这时，赵鹏给张强发了一条消息：张哥，签证办好了，我已经寄给你了，你收到后就可以订机票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没问题。3天后，张强收到了一个快递，里面是3本护照、3个签证以及一张南非精英国际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你看，签证、录取通知书全齐了。太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下周1我查过了，下周1有直飞约翰内斯堡的航班。老公，我们要去南非了。对，我们要去南非了，去过更好的生活。张强一家出发的前1天，他特意来找我，手里拿着一瓶红酒。林婉，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，这瓶酒送你，就当是告别了。张哥太客气了，你们这是要出远门？对，送儿子去南非读书。我跟你说，那学校可好了，比明珠小学强100倍。是吗？那
恭喜您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房子你买对了，现在这个学位是你的了，你儿子明年就能上明珠小学了。我托人打过招呼了，没人会为难你。谢谢张哥。不过你也别太得意，要不是我儿子要去南非了，这个学位轮得到你。哈哈，我们家子轩天生就是去国外读书的料，你儿子嘛，在国内读读就行了。是啊，您儿子真幸运。那是，我们老张家的人天生就比普通人过得好，你不服不行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得像个得胜的将军。行了，明天一早的飞机我就不多说了。对了，我老婆让我转告你，好好照顾我们家的502，别弄脏了，我们回来还要住的。您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的。目送他离开，我关上门，拿起那瓶红酒，打开窗户，一滴不剩的倒进了垃圾桶。林婉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他们占用我儿子学位的时候没有犹豫，他们羞辱我的时候没有犹豫，他们说我儿子没前途的时候没有犹豫，我为什么要犹豫？可是南非那边万一出什么事？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那个学校根本不是贵族学校，是偏远区域的简易校舍，那边的情况用不了1个月，他们就会主动求助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张强一家拖着行李箱上了车。终于要走了。这个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多待，天天闻着楼下的油烟味，烦死了。到了南非，咱们就能过舒心日子了。到时候给你买个大别墅，请2个外籍保姆，你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爸爸，我想看狮子，我想看大象。看，爸爸带你去看狮子，看大象。南非有野生动物园，比动物园大多了。爸爸真好。他们笑得那么开心，好像前面是天堂一样。他们走了。是啊，走了。车子发动了，驶出了小区。我目送着他消失在路的尽头，嘴角慢慢上扬。祝你们一路顺风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张强发来的信息。林婉，我去国外过好日子了，这房子留给你，学位你也别想了，哈哈哈哈！你就带着你儿子在这里好好生活吧，我不奉陪了。我没有回复，我只是把这条信息截了图，存进了一个名为记录的文件夹里。他发什么了？他让我好好照顾他的房子。我说会的，我会好好照顾的。老公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林婉，你变了。我没有变，我只是学会了对善良的人善良，对恶毒的人恶毒。张强一家飞了10几个小时，终于降落在了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机场。到了。子轩，你看，这就是非洲。爸爸，外面好多人啊，都是外籍人士。那是，这可是南非最大的城市，国际化的大城市。空气倒是挺好的，比国内好。他们拖着行李走出机场，一位外籍工作人员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张枪。张先生，我是学校派来接你们的。你好，车呢？这边请。司机带着他们走到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前。车身上全是锈迹，挡风玻璃上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纹。这是什么车？不是说有专车接送吗？太太，今天学校的车都派出去了，只有这辆了，将就一下吧。算了，走吧，反正就一次。车子开了2个小时，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平房，从平房变成了铁皮棚子，从铁皮棚子变成了杂乱区域。这是去哪？怎么越来越偏了？学校就在前面。怎么这么远？学校在郊区，环境好。车子停在一个铁皮围起来的大院子前，院子里有一栋2层的小楼，墙上刷着精英国际学校几个大字，但油漆已经斑驳了，有的字母都掉了。这就是学校？对，这就是南非精英国际学校。不可能，宣传视频里的学校不是这样的，有游泳池，有高尔夫球场，有大草坪。太太，那个视频是在开普敦的校区拍的，这里是约翰内斯堡的校区。那校区怎么这么旧？校区嘛，肯定比不上主校区，但教学质量是一样的，你放心。张强走进院子，能闻到一些异味。院子里有一处户外洗漱区域，有小飞虫围绕，几个外籍小朋友蹲在地上玩石子，看到张强，好奇地围了过来。Chinese。爸爸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在跟你打招呼。张强的脸色铁青，他拿出手机想打电话给赵鹏，但手机显示没有信号。赵鹏的电话打不通。你怎么回事？这里是境外，你的手机卡是国内的，当然没信号。我买了国际漫游啊，怎么还是没信号？先生，这个地方比较偏，信号不好，你要打电话得去镇上。镇在哪儿？走路40分钟。张强愣住了，走路40分钟。我们被坑了，那个赵鹏是个骗子。妈妈，我饿了，我想吃东西。别闹，让你爸想办法。张强在境外的烈日下，满头大汗地走了40分钟，终于到了镇上。他找了一个网吧，用网络电话拨通了赵鹏的号码。张哥，到了怎么样？赵鹏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是什么学校？怎么了？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学校虽然看着简陋，但是教学质量真的不错。
这地方环境很一般，连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。我交了200万，你就给我看这个。张哥，你别激动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那个学校确实是差了点儿，但我也是没办法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欠了不少钱，要是不拿你的钱周转，我就要遇到大麻烦了。张哥，对不起啊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张哥，对不起，但你也别太难过。境外虽然环境复杂，但空气好啊，你就在那边好好待着吧，先别回来了。电话被挂断了，张强再打过去已经是空号了。赵鹏，网吧里的人都在看他，一个中国男人满头大汗，对着电脑屏幕很激动。我们被坑了，200万全没了。张强失魂落魄地走回了学校。40分钟的路，他走了2个小时。一路上，他摔了3个跟头，膝盖磕破了皮，血和着泥巴粘在裤腿上。你怎么才回来？赵鹏怎么说？他走了，钱没了。什么？他说对不起。李梅当场就瘫坐在地上，难过的哭了起来。我就说不对劲，我就说那个赵鹏有问题，你不听，你非要去什么境外。现在好了，钱没了，房子也卖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别闹了，让我想想。想什么想？你那个王建国朋友呢？你不是说有什么事找他就能解决吗？你倒是找他啊。他在国内，这边他管不着。那你那个教育系统的熟人呢？你不是说你认识好多人吗？你倒是用你的关系啊。这里是境外，我的关系在国内管用，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。在这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张强第一次感到了恐惧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的人脉会变得一文不值。爸爸妈妈，我害怕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奶奶了。家？我们哪还有家？房子都卖了，你奶奶也管不了我们了。妈妈，你别哭了，子轩不饿了，子轩不吃东西了。夕阳西下，一家3口站在简陋的学校门口，神情十分无助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张强一家过得十分艰难。所谓的学校，其实是一个不合规的机构，收了钱之后，根本没有老师上课。几十个来自各国的孩子待在简易房里，每天只有1顿饭，是玉米糊糊。妈妈，我饿。忍忍，晚上就有饭了。晚上还要好久。忍忍。张强试图跟学校的负责人理论。我交了钱，我儿子要上课，你们的老师呢？老师？什么老师？我们这里没有老师。那你们这是什么学校？这是学校啊，你看墙上写着呢，精英国际学校。你糊弄我。先生，你要是不满意，可以走，我不拦你，但是钱不退。张强气得浑身发抖，但他不敢冲动，因为负责人身后站着2个高大的外籍安保，手里拿着防护器械。好，我走，但是我会找相关部门反映。反映？哈哈，你去试吧。当地的工作人员是我表哥。张强一家真的走了，他们收拾了行李，走出了那个简易院子。我们去哪？先找个地方住。他们走了很久，终于在路边找到了一个旅馆。说是旅馆，其实就是几间简易房，门口挂着 guest house 的牌子。住店1天10美金。10美金？这么贵？爱住不住，旁边就是普通居住区，你可以去那里住，价格更实惠。张强咬了咬牙，付了10美金。房间很小，只有1张床，床上铺着发黄的床单，散发着一股霉味。这怎么住人？忍忍吧，明天我找驻外办事机构。半夜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张强打开门，看到几个外籍人士，手里拿着普通物品。中国人有钱吗？我没钱，我真的没钱，我的钱被骗了。没钱？那把你手机给我。手机也遗失了。那把你随身的物品给我。张强吓得腿都软了，他连忙跟对方沟通求情。求求你们放过我们。算了，这几个中国人看起来真的没钱，走吧。几个外籍人士嘟囔着走了。张强瘫在地上，浑身是汗。第2天一早，张强去了中国驻外办事机构。他排了2个小时的队，终于见到了工作人员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我被骗了，一个中介骗了我200万，把我骗到了境外。我的签证有问题，我想回国。你有证据吗？合同、收据？没有，都是口头约定的，钱是打到他个人账户的。那你这个情况很难办，没有证据，我们没法处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在这里活不下去了。你可以买机票回国。我没钱买机票，我的钱全被骗了。那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了，我们帮不了你。张强跪在办事机构门口，难过的大哭。求求你们了，帮帮我，我还有个儿子，他才6岁。先生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的情况不在协助范围内，你只能自己解决。大门关上了，张强跪在门口，没有人理他。
1个月后，张强瘦了20斤，他的头发白了一半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我联系上国内的朋友了，他们说赵鹏已经失联了，找不到人了，相关部门也在找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钱还能要回来吗？要不回来了，赵鹏把钱全转到境外了，就算找到他人，钱也追不回来了。那我们回国，我们不待在这里了。回不去了，我们的签证有问题，赵鹏给我们办的是不合规的，我们现在停留手续不完善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一旦被查到，就会被带走，接受处理，然后协助回国。回国之后还要接受相应了解。李梅彻底崩溃了，她抓着张强的衣领拼命摇晃。都是你害的！我说不要来境外，你偏要来。我说那个赵鹏不可靠，你说没问题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全家都陷入困境了。你怪我？当初是谁说非要让儿子上最好的学校的？是谁说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？我说上最好的学校，没让你占用别人的学位，是你自己非要逞能。那还不是为了你儿子？那也是你儿子。2个人吵得不可开交。子轩躲在角落里，抱着膝盖，瑟瑟发抖。远在国内的我收到了朋友发来的视频，视频里张强一家正在境外的街头寻求帮助。林婉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他们现在住在普通区域的简易房里，生活很不方便。那个孩子已经1个星期没吃东西了，瘦得很厉害。他本来就不该上那个学。你也够有办法的，把他们送到那种地方去。我没有骗他们，是他们自己选的，我只是给了他们一个选项，他们选了最蠢的那个。我把视频剪辑了一下，配上音乐，做成了一个境外生活纪实的短视频。你要发出去？对，我要让张强身边的人看看，他们推崇的张哥现在是什么样子。你就不怕他们报复？报复？他们拿什么报复？张强在境外，王建国被处理了，刘志远也快被调查了，他的人脉圈已经全断了。我按下了发送键，视频发出去了。不到1个小时，张强的朋友圈炸了。这不是张哥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是在寻求帮助吗？不是说去境外过好日子了吗？怎么生活得这么艰难？平时趾高气扬，如今也得到了应有的结果。张强这小子在外影响不好，给单位带来不好的影响。张强的手机被打爆了，但他接不了，因为他的手机早就遗失了。他能看到的是偶尔从网吧里接到的电脑上那些刺眼的评论。听说他占用了别人的学位，把人家孩子害得没学上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老婆也不是好相处的，天天在小区里说人闲话。张强看着屏幕，手在发抖。我要回国，我一定要回国。怎么回？我们没有钱，没有签证，怎么回？我找林婉，她一定有办法。林婉，那个被你占用学位的女人，她会帮我们。她一定有办法。她既然能弄到我们在境外的视频，说明她一直在关注我们。她知道我们在哪儿，她知道我们什么样。张强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他的眼睛瞪得很大，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谁？林婉，赵鹏是他的人，这个学校是他选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设计的。李梅愣住了，然后他开始发抖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们占用了他儿子的学位。张强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能打国际电话的地方，拨通了我的号码。喂，林婉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把我们骗到境外的，对不对？张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去享福了吗？怎么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？你别装了，赵鹏是不是你的人？那个学校是不是你安排的？境外的一切是不是你设计的？张哥，你这话说的是你自己非要送儿子出国的，是你自己找的赵鹏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又没逼你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张哥，你忘了当初是你跟我说的，让我拿着2万块离开，不然就让我儿子这辈子都读不了书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想怎么样？我那是气话。气话？你说我儿子没前途的时候，也是气话。你说你们老张家天生比我们高1等的时候，也是气话。你老婆说我全家闲话的时候，也是气话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张哥，我不恨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被你轻视的人，有一天也会站起来，而且站起来的时候，会比你们站得更高。林婉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们。我们在这里活不下去了，子轩已经瘦得皮包骨了，他快不行了。是吗？那挺可惜的，他才6岁。你真的这么狠心？不是我狠心，是这个世界狠心，是你教会我的。